卢克索作为埃及旅游的必经之地，我愿称之为埃及的遗迹之城。这里有人满足你对古埃及文明的一切幻想。今天这期视频就跟我一起穿越到古埃及时期，去感受那个无比辉煌的年代吧。这是我今天的司机 Adam。 他带我去参观卢克索西岸。Since COVID-19, not much work here. 司机说我是疫情之后来过的第一个中国人，他们可想念咱们中国人。对，这个司机是我3年前就认识的呀，我当时就留了他联系方式，然后所以说这次来呢，我就又找了他，没想到人家换车了。这个真的是同志们，我在埃及坐过最好的私人车，他们刚换的车，他真的换的新车，他这个车现在才跑了5000多公里。我今天终于承包了一座神庙，当当当当，一个人都没有。我现在位于拉美西斯3世城，这个是拉美西斯3世修建的一个墓葬地啊。我现在由于今天来的特别早，所以一个人承包了整个神庙。很想用手去摸一下的，但是这些文物大家一定不要去摸它，因为都是年代太久远了，一旦摸很容易对它造成一定的损坏，所以大家尽量来就看就好了。这个拉美西斯3世城啊，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壁画了，因为它的壁画保存非常完整，而且颜色都还在。大家知道这种几千年前的这种古迹哈，想保存颜色，在这种暴露在空气外面条件下是非常艰难的。但这个神庙就保存得非常好，可以清晰的看到它主要的颜色色调就是红、蓝、绿哈这几个颜色来。大家看一下我后面的柱子哈。有没有发现这个神庙的柱子和我们昨天看的那些神庙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才是真正正统的古埃及人修建神庙所用的柱式。我们昨天看的那些神庙修建年代比较晚的哈，他们已经受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影响之后修建的神庙，所以他们那些柱式结构，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是类似于古希腊、古罗马柱式的。而这我们看到的这些柱式完全不是，因为这个修建于阿美西斯3世埃及第20王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古埃及文明是最灿烂辉煌的时候，完全没有受到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影响，所以这是最正统的古埃及的神庙里面的柱式哈。而且这个神庙可以说是我目前看到在埃及最大的一个这个修复工程哈。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没有游客，但是有好多员工来上班，就是员工比我游客还多。我周围全部都在脚手架大阵着，正在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壁画什么之类的进行一个修复哈。我不知道他们是修复颜色，还只是保护它，不让它脱落。不过我真的是不太懂他们这个清理是怎么清理的，拿着这个锤子在墙上敲，把这个墙敲掉，这个还在他们那个腰上面锤，我真是有点搞不懂。大家知道这个颜色保存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吗？神庙，永远是屋顶哈，因为屋顶是最容易被风化掉的地方，非常精密。Coucou, salut. Ah, ça va? Salut, on se croise encore. Ouais, très bien. Ça va, vous? T'es un chauffeur privé. Ah oui? Oh. Et VIP, hein? VIP, hein? VIP. Mais oui, c'est parce que... Du coup, le chauffeur, c'est un local, je suppose. Donc, Ouais, c'est local parce que je connais. Aussi aux endroits. Ouais, c'est ça. Parce que je pense, c'est pas. Je rigole. Vas-y, on prend un vidéo ensemble? Oui. Vas-y. Attends, je détache les cheveux. Mais du coup, t'as personne, t'as pas de guide qui t'explique. Non, t'inquiète, parce que je connais, c'est la venue. Je connais un peu. Ah ouais, c'est Julie, Romain et Céline. Coucou. Très heureuse d'avoir rencontré. Ouais. Très belle rencontre. Merci beaucoup, salut les gars. À la prochaine. 好了，现在我即将前往下一个景点呢，去所谓的吕帝后谷，也就是埋葬皇后的地方。说实话，这个司机我为什么继续留他联系方式，就是因为他人挺实在的哈，给的价格就是很实诚。如果你去找酒店或者中介，你的包车价格会非常贵。因为今天我的行程是包车游整个卢克索西岸，这是最经典的一条线。卢克索，大部分人走这条线哈，会跟团。如果是自己来玩的话，一般包车的话，中介的价格会叫到35到40美金左右。但是我找他们2兄弟包车哈，直接包车就一口价就是20美金，我都没有讲价，因为20美金就是当地正常的价格20美金。这是一个可以坐6个人的车，你6个人来包车也是20美金，每个人算是非常划算。
所以说，大家其实过来旅游，自己过来玩的话，其实是你只要有联系方式，其实是很便宜的。很好笑哈，埃及景区也学会咱们中国人的一招哈，故意把大门修的离这个景点很远，也没有很远，但是在埃及这种大太阳暴晒下面，就真的是很远。然后卖车票，坐这种观光车让你去那个神庙，其实也就个操场的距离吧，那就是太阳下面暴晒。我的话筒又一次被没收了，又不让我带话筒，他们好像就是很怕。我估计是不是之前有什么 YouTuber 之类的过来，然后讲了很多关于他们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们明令要求禁止。我走在这个神殿楼梯上，有这种感觉到了故宫，知道为什么吗？就走这种台阶，一个一个的大平层往上走，然后这种建筑形式哈，就很像故宫的修建形式。但这种呢，也的确不是故宫特有，这个自古以来在很多文明里面都有出现。这种阶梯式递进往上，把宫殿摆在正中间的最高的处，然后从下往上看呢，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透视感，就给人带来一种非常庄严的感觉哈。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统治阶级的另外一种统治人民的一种方法，用这种建筑上的手段来给大家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来让大家来敬畏它、敬仰它，就是建筑在这个封建统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之一。各位，我实在是太热了，快坚持不住了，准备直接撤离了。这个天气，我的相机也快受不了，主要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不行，真的是脑子不够用。明明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我还是忘了拿墨镜出来。我明明戴了墨镜的，但是我这一路都没有拿出来，因为每天都忘。你们难以想象刚才发生了什么，我的相机居然因为太热关机了，这是我第一次。我沙漠都去过，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相机被热的直接自动关机的。刚才我还以为我相机坏了，把我吓惨了。我说要是坏了怎么办？卢科索啊，其实最有名的景点是帝王谷，但是呢，我这次就不去了，因为我上次去过。然后我觉得这个景点呢，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呢？来都来了，就是你不去，你觉得来都来了，不去不行，但你去了以后觉得，哎，好像也没啥看的。而且卢科索门票巨贵，超级贵，所以我这次就不去第二次了。这个帝王谷哈，你进去参观，你买了门票之后，你只能选，它有非常多的墓穴哈。虽然没有所有开放，但是开放的也非常多。但是你的一张门票呢，你只能参观3个墓穴，然后呢，还有3个墓穴是你不包含在这个门票里面的，是需要额外花钱的。最有名的就是赛提一世，因为它保存的非常完好。这个门票大家知道多少钱吗？要1000埃镑，1000埃镑上去参观这一个墓穴就要人民币大概400块钱的样子。我们现在呢将前往卢克索东岸去参观东岸的2个神庙，也就是卢克索神庙和卡纳西神庙。Karnak，Oh my God, why I forget all the time Karnak？ 司机都听出我说错了，司机在一直提醒我，是卡纳克神庙。我们现在前往卡纳克神庙。我现在位于卡纳克神庙之内啊，这个是埃及最大的神庙，就是所谓埃及所有神庙的巅峰之作，称为万庙之城呐。实在是太热，为什么要今天这个时候来？太可怕了！这个神庙修建的时间比较久远啊，修建于1960年前。那个时候呢，法老修建这个神庙，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供奉太阳神的一个神庙啊。后来这个法老发家了，他把自己这个神，这阿蒙神，就奉为了这个主神，就变成国家的神了。然后就越来越有名这个神庙。然后之后的法老呢，也不断的在这个神庙上的基础上，不断的翻修，不断新建。一共大概是经过了59还是18个法老的不断的扩建和扩张，所以才变成了两古埃及最大的神庙，也是集所有神庙的精华于一体哈。不过它真的的确太大了，我觉得我肯定走不完啊。大家如果要来埃及旅游哈，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找一个专业导游，就做讲解的，因为不然你来埃及参观哈，这些神庙，你就只是看到一个一个的石块，你不知道背后的故事的话，是会很无聊的。我现在啊，感觉我身处在一个柱子的丛林啊，
而且全是这种超级无敌巨大的柱子，我不知道有多少根，感觉这整整一片全部是非常规整的，的确没有哪一个神庙有修到这么多柱子。准备回酒店呢，我现在坐在船上哈。这个卢科索呢，这个城市位于东西两岸，但这个城市呢有点很不方便，就是它没有建一座桥在这城市中间，它最近的一个桥就在城市最南面，大概要开20分钟车左右，所以转一圈就是1个小时左右。所以说大家主要交通工具主要还是坐这个公交船哈，他们这种当地公交船也就是5块钱一个人，但是呢有很多船，所以也就是像他们这种属于坐满才走那种。我在这上面等的可能已经有10多分钟了。现在已经可能基本上坐满了当地人，然后还没有发车。一开始上船又是跟我乱喊价，跟我喊30，他们感觉只要是游客能宰一通就宰一通，反正先乱喊个价格，你要是不懂的就接受了，你要懂得然后还个价，他也就接受，他也不会说什么。终于开船了哈，终于开船了。这个小朋友好可爱，他负责收钱。感觉他们给钱有点随意哈，有个人给了1块钱，然后那小朋友也接了，也没说啥。那是个老太太，好像她说她没有钱还是什么之类的给了，但其他人我看跟我给的还是一样，都是给了5块钱。每到打车环节永远是最可怕的，一群人拉车不说，而且你问价格，哎，说来，然后问多少钱，来，就不说价格，问价格来，然后还抢客，大家就抢客抢起来了。How much? How much? يا سير How much? How much? تعال عم اتكلم مع محمود. انا علي الدور ومش عارف اتعامل، عاوز يروح مشوار وشغالي. 又开始吵起来了，因为抢客又抢起来了，最多给15封顶的，当地钱这么便宜的，居然敢我喊60，几十块钱打5分钟，国内都没这么贵。10 OK what 10 pound 10 pound Egyptian pound to KFC. 15 Shanghai. It's 10. The normal price is 10 price. If you can't accept that, doesn't matter. I find another one. Come on. 10 or not? 这些人你不让他确定说 OK， 他不答应的。我反正是摄像机设着，摄像机录下来的10块钱，不答应就 10。大家是在一起啊 10 US. ？No, Egyptian pound. Yeah, okay. 你看，人家跟我说10块钱美金。大家跟我说不要担心，打车这种时候，不管多少人围上来，不管让你喊多高的价格，你只要提前知道大概价格哈，你就认死这个价。他不愿意你就走就好了，总找得到。一般他们就是也不会给你熬太久，就是看你走马上就会降下来了。你看一开始跟我喊的60哈，最后10块钱打到。因为你可以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国家哈，打车怎么可能比国内还贵？我这一段路程可能也就5分钟6分钟的样子，怎么可能已经到了几十块人民币这种价格？不可能是吧？提前查一下大概这个城市每个城市这个打车价格多少。像在卢科索的话，卢科索你在整个城市打车价格一般不会超过15。如果在开罗的话，建议大家一定就是用 Uber， 非常方便，就打 Uber。然后如果大家是去阿斯旺的话，也是讲价，但阿斯旺价格跟这边也差不多，你就不会超过什么20块钱这种。Max 的打车防坑指南今天就教给大家，大家一定大家一起注意，自己打车的话，价格熟记于心，你就不要怕他们给你乱喊价格。